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LeetCode 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第2471题，所谓的 minimum number of operations to sort a binary tree by level。基本上呢，它就是去针对一个二元素，而且是每一个 level 呢去做排序。那排序当然基本上它这里就是要用所谓的交换 swap， 它去计算最少需要多少次。好，我们看它的题目的说明，它这里是给一个 root 就是一个 binary tree， 然后基本上这是很重要的条件，每一个节点它的值是唯一的，然后一个 operation 的意思就是，任何两个节点在相同 level 可以交换它们的值 swap。那它要你返回的是最少的 operation， 也就是让最少交换的次数呢，去使得呢，每个 level 呢，它都是排序好的，而且排序的顺序是increasing order， 由小而大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在这边的话，当然就是递增的一个 order。好，那先看它的例题一那这边是它所给的二元素，那基本上你就去计算它需要几次的交换。它就可以达到它题目的要求，就是每个 level 呢，它都是递增的排序。所以这边需要交换这个 level。那这个第二层的部分 level 2的部分稍微需要考虑一下。那在这边9跟10这里，当然这边是不需要交换。那基本上呢，它需要交换的部分。在这个第二个 level 的话，基本上它排序好之后，它会是5、6、7、8。那它目前的这个情况是5、7、6、8、5，所以我们试着可以去写出它的一个变换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所以在这边的话，5的话会到7， 5会到7，那7会到8， 8然后到5。所以它在这边的话，它就是形成一个size 为3的一个 cycle。基本上如果说你的一个permutation 形成一个 cycle 的情况下所以这边的话基本上它需要2个交换swap 所以这边是1，这边是2，所以1加2就会等于3。基本上第一个例子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答。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所以那个第二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这个当然 level 0的话当然是没有交换。level 1的话这边是一个交换。好，我们再看它第二层的 level 这边稍微留意一下，这里的话是4到7， 7又到4，那这边是5到6， 6又到5，所以呢，原则上这边是有2个 two cycle， 2个 two cycle 的话，个别就是你要交换2次，所以这边要加2，所以1加2当然就等于3嘛。所以这个答案当然是3。好，那我们再看第3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很简单，因为它都完全排序好了，所以答案当然就是0。好，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相关的 constraints。好 ，constraint 的部分关乎我们大概怎么去解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先看它的节点的个数，最多可以到达是10万啊，15次方，所以蛮多的。那它节点的值最大也可以到达10万。以这样的一个数字大小，我们当然就是用一般的 sort 就好了啊，系统里面内设的一个 sorting 函数应该就好了。你如果另外再去做 counting sort 的话，基本上它不见得会比较快，好，不见得，因为它会用掉蛮多的记忆体。那一个重点是说，数的上面的每一个节点的值啊，都是唯一的，啊，这个当然就，在排序上就会比较好用。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解答大概约的一个解答的一个步骤。解答步骤大概我们前面当然是用所谓的BFS 的方式来解。当然在这边的话 ，BFS 你要有 Q 所以的 Q 它的形态它是tree nut 的 pointer 所以这样的方式，当然一开始当然就是你把 root 就放进这个 Q 里面。那一开始的 swamps 的个数当然是0。好，那主要你 BFS 呢，你就是一个 while loop 一个 conditional while loop， 所以只要它不是空，你就可以做下面的事情。基本上4、5、6都是在这个回圈里面。好，那所以进入这回圈的话，我们一开始当然先算目前在 Q 里面的个数基本上就是我们目前这个 level 的一个个数。然后呢，我们去建造一个容器 IDX 呢，基本上我们就是让它的值是从0、1一直到 QZ 减1。好，那这个当然可以用不同的一个方式去完成。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容器去取得在这个 label 所有节点的一个值这个是有利于后面的排序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进行我们这个 label 里面所有节点的一个处理所以这边当然就是我们一般 BFX 的处理特别是基本上在这个内层的 for 回圈里面呢，它都是这个 level 上所有的一个节点。所以我们一开始当然就取它的就是它在最前面的那个节点当然要记得要把它做 pop 的动作。然后我们将它的值呢存到 ARR 在 I 的位置。那我们再看它的左指数、右指数是否有存在如果有存在的话，我们就将它左指数跟右指数的节点将它放到这个 Q 里面这个其实是蛮一般的一个处理。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你需要排序，而你排序呢基本上是针对每个 level。那我们因为根据它的一个叙述，我们知道每一个值都是唯一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针对它的 IDX 来排序。那基本上就是它对应的 ARR 的值来做这样的排序。那在这里是不需要所谓的 stable sort 因为原则上每一个值都不同所以不会有unstable 的一个情况。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去计算swamp 的个数。swamp 的个数当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再透过一个回圈去计算。
那我们去看 J 是每次 IDX 在 I 的值假设为 J， 那 J 如果不等于 I 的话，我们的 swap 当然就要加1。那实际上我们也要真的去做这样 swap 的动作，然后在回圈呢，其实你还要再 recheck 一次，好，要确定它真的是相同的话，你才进行到下一次的迭代 I 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方式当然是可以去替代的，可以用其他的一个方式来解。好，那当然最后当然就是把我们 swaps 的个数把它回传回去啊，这个大概是我们一个第一个解答的方式。好，那我们再看，特别这个所谓其他的方式，我们大概是怎么处理呢？好，那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就是会利用到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一个公式啊，这里面当然牵扯到跟所谓的 permutation 的那个计算是有关联的。原则上呢，我们是将这样的 identity 的IDX IDX 呢，基本上就是已经排序好的，这是已经排序的东西，根据 ARR 呢值排序的。好，那所以呢，那这边当然就是0、1一直到 QZ 减1这样的一个 map。那原则上呢，你这个你可以考虑就是一个 graph 基本上它的 edge 是 x 到 IDX 作用在 x 上面。那这个当然这个 edge 是有方向性的这是有方向性的。那所以我们第二个 approach 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公式那这个公式因为其实它是跟 permutation 是有关联的甚至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所谓的 permutations group。那原则上呢，它最主要它是要借由下面一个事情，也就是说，任何的一个 permutation 呢，基本上它是一连串的所谓的 cyclic transformation。那什么叫 cyclic transformation 呢？基本上它是可以把它写成这样一个tuple 的一个形态，比方说从 I0、I1 一直到 IK， 那这个长度当然就是 k 加1。那基本上它所代表的就是你 I0 会到 I1 会到 I2， 那你最后的 IK 会到 I0所以它会形成一个 cycle 的一个情况就如同我们在刚刚的所解释，在 example 1的情况，它就是一个呈现一个长度为3的一个 cycle。那基本上呢，这样的每一个 cycle 呢，实际上它就可以借由k 个 2 cycle 的一个乘积其实 2 cycle 也就是 swamp， 我们一般所讲的 swamps。好，那基本上你要计算这个长度，当然就是用 DFS 的方式就可以计算了。好，那我们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我们的第一个例子。好，那我们看第一个例子，它基本上呢图形就可以画成是这样的一个形态。那原则上就是说，你 level 2的情况基本上就是3跟4对调嘛，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特别要讲的是在level， 所以这边 level 2的一个情形。好 ，level 2的情况我们知道它是7685，所以它的根据它的 ARR 的值你排序以后，它的IDX 的值它就是2130。好，那所以我们是可以把它写成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排列
上面当然就是根据它的0、1、2、3，下面的话就是根据它的 IDX 实际上也是针对ARR 的排序。好，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它其实就是0到2。2到3， 3再到0，好，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形成一个 cycle。那这个 cycle 它的长度是为3，好，那减1的话就等于2。那它实际上真的需要做的 swan 是先2、3两个对调，然后再0、2两个对调，基本上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这边的长度是3，这边的长度是2，这里的长度是1。1的话，当然减1是0，2减1是1，3减1是2。下面是分别又是2个identity 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可以不用看。所以这个整个加起来当然就是3。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实际上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把它解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在 LeetCode 实作的一个情形。好，这边是我们 LeetCode 的一个解答。好，那我们把这边的注解把它打开，这边也把它打开，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看它一个执行过程。好，那先用这3个 case， 我们执行一遍。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其实就可以看第一个例子，它的一个情形。我们也把它的图显示出来，这样其实会比较更容易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步骤。第二个例子的情况，所以像这边如果是一个的话，其实它就是 one cycle，one cycle 就自己对自己像这个是 two cycle， 0、1对调，这边有2个 two cycle， 所以加起来是3第3个的话，那基本上它全部都是 one cycle，one cycle 其实根本不用管它。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我们一个解答的部分。好，那这个细节部分呢，我们其实稍微仔细看一下，其实我们在这边比较有关于那个它 length 的技术呢，我们原则上就可以采用DFS 的一个情形其实它的撰写非常简单我们当然需要一个visit 去储存它是否有走访的一个情况它如果已经走访过了，当然就 return 出去return 0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在第7行部分呢，当然它已经走访到了，所以我们把它设为1。然后我们再看它 IDX 所对应的值是 J 然后再用递回的方式当然已经长度增加1了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其实就可以完成它的一个cycle length 的一个计算。那实际的在程式里面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第40行到47行的一个部分。好，其实它的整个一个程式的一个流程大致是如此。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